王爷，只要陈王一日没有登基，王爷就还有机会。请相信臣妾，5月南方会连降2个月大雨，到时候山河道观无数良田被淹，房子崩塌，百姓沦为灾民。王爷不是说赐府是南方人吗？王爷可以利用这件事去拉拢赐府。张之重近日也册封为首辅，还有我母妃册封为慎贵妃，你的预言似乎都没有。慎字对他与母妃来说就是耻辱，武文帝暗示警告他与母妃岂能不知？王爷，我只能预言一些国之大事。他怎么敢说？这是他的前世记忆，前世他又没有进后宫，怎会知道后宫嫔妃的事？再者，说书也不可能说皇帝后宫女人啊，他甚至不知道有赵弘生母这号人物。准确地说，他前世记忆连武文帝有多少个儿子都不知道，包括赵弘在内。希望这次能应验，别再出错了。为今之计，他也只能依靠沈玉的预言了。不过他确实可以利用5月南方暴雨一事拉拢张之重，要是能将张之重的女儿娶到手，那他在朝堂就有了自己的势力。想到这里，他便起身离去。以后有什么想吃的，让膳房准备，毕竟肚里怀着2个，自己吃好了以后才有力气生。当几日前听御医说沈玉可能怀了双胎，他确实很高兴。不过欣喜劲过去后，他又想起一个问题，沈玉可以给他生孩子，别的女人为何不可以？比如张之重的女儿，沈玉给他生的到底是庶出。3月初1，太子册立大典在皇宫内如期举行，一切顺利。自这天后，陈王改称太子，顺应天命。3月初6，礼部公布消息，殿试时间与往年一样，定于3月15。殿试作为科考的终极大考，最高一段与之前所有考试大为不同。首先，考场的变化，殿场的考试不再是考棚，也不再是考舍，在哪儿呢？皇宫。其次，主考官的变化，殿试的主考官由皇帝亲自出马，亲自监考。另外，出题，考试题目由皇帝亲自出题。这天，礼部派人来传唤，让萧衍之进行殿试考试前礼仪培训。毕竟3月15殿试要直面皇帝，御前失仪可不是小事，经了圣驾，后果很严重。宋璟叫来双胞胎丫鬟，还有绣娘一起在房中做女工。距离他与萧衍之成亲还有10日，娘家不在，喜被与嫁妆这些自然要他自己张罗准备了。娘，宋璟应声转眸，看见4小家伙都穿着喜庆新衣。这是爹娘成亲那日你们准备要穿的新衣吗？娘，我和萧景言这样穿好不好看？好看，简直就像2个小仙女。真的吗？那我们长大有娘亲好看吗？当然有啊，你们长大一定比娘更好看。娘，我不要比您好看，我只要长得像您就好了。我也是，我不要比娘好看，要和娘长得像就够了。他们都是爹爹河边捡回来的孩子，最怕别人说他们长得不像爹娘。你们可以让开了，轮到娘看我们了。娘，我们好看吗？像爹爹吗？宋璟又低头看向2男娃，静静不提醒，他都不会仔细去看。这一看，不由得愣了一下，因为他发现最近2男娃五官与萧衍之越来越像了。要不是知道原主与萧衍之不曾圆过房，萧衍之也没有其他女人，宋璟这会儿都忍不住怀疑晶晶与火火是不是萧衍之亲生的。像，你们2个像你们爹爹。我就说我们长得像爹吧。太好了，我们像爹。宋璟看着欢笑的2男娃，心里思绪万千，暗暗决定等萧衍之回来，要好好问问萧衍之当初是如何捡到4胞胎的。虽然在原来世界没有血缘关系，撞脸的人还是有的，但是这一刻宋璟觉得4胞胎来历恐怕不简单，
没有平白无故这么巧捡到，又这么巧长得相似的。当天夜晚，萧衍之学礼仪回来，刚刚沐浴完，宋锦递给萧衍之棉巾擦头发时，我一直没有问过你，当初你怎么捡到4小家伙的？我15岁那年，从恩师江回老萧家的路上，夜晚途经河边捡到的。就这么简单捡到？你每日都去恩师家吗？对啊，我干完老萧家农活后，都会去恩师家学1个时辰的书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从不间断。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事儿啊？宋锦突然伸手捧住萧衍之的脸，我发现金金与火火与你长得越来越像。我除了你，从来没有碰过其他女人，更不可能与别人有孩子。阿姐，你若不信，我可以对天发誓的。他就知道媳妇儿每次话里都带坑，一不小心没回答好，那是跳河里都洗不清。这次的问题更恐怖。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只是说2男娃长得像你，又没怀疑你有别的女人。我是问认真的，你捡到4小家伙之前，有没有看见什么天降异象，或者那几日遇到什么陌生人？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故意送你捡的？还有4小家伙身上有什么身份信物吗？没有，就4张襁褓，1艘小船搁浅岸边。说着，萧衍之突然顿住，然后直勾勾盯着宋锦。1舟小船，为何这么巧？与一叶轻舟好像一个意思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记起什么？我也发现2个女娃与你越看越像，特别是眉眼。宋锦记得吴氏说过，2个女娃长得像她，可是她当时就当是笑话听了。但是此时听到萧衍之也说2个女娃长得像她，这件事就匪夷所思了。我们去看看孩子。说完就拉着萧衍之去了4小家伙的房间。4小家伙已经睡下了，2人进入时正好看见詹嬷嬷正在给4小家伙掖被子。宋锦让詹嬷嬷下去休息，之后便与萧衍之站在床榻边，开始认真打量4小家伙，眉眼唇一点也不放过。然而2人越看越心惊，因为2人在4小家伙脸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我们亲生的。确实，不过我们已经当他们是亲生的养。 2人非常震惊4小家伙与自己长得相似，但是2人这一刻找不到答案。4小家伙身世的事只能成谜，暂时搁置。3月15终于迎来了殿试，这是让人既期待又兴奋的一天，因为这天萧衍之要参加中级考试了，而且过了今日，明日他与宋锦就能缔结连理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。迎娶宋锦的事宜，萧衍之已经准备好，官媒请了，秦宅也着手布置了，宋锦也同样做好了嫁给萧衍之的准备，只等着萧衍之考完殿试，明日就拜堂。卯时黎明将至，宋锦魑魅魍魉亲自送萧衍之到皇城外。萧衍之抬眼看着不远处巍峨的皇宫，眉眼神采飞扬，朝堂即将是他一展抱负的地方。阿锦，你先回去，黄昏让4鬼来接我即可。殿试虽然只考1道策论，但是也要1天，他可舍不得宋锦在宫门口等待。那我回家等你。好。萧衍之又与宋锦说了几句，这才整理衣冠，告别宋锦，走向宫门。东宫，赵红怔怔看着手中的大红喜帖，不知过去多久，才缓缓将喜帖合上。你把他定做的东西送过去，另外多备些贺礼，就说我不方便出宫，明日喜宴去不了。喜欢的女人终于要嫁人了，新郎却不是自己，要他眼睁睁看着他与他人拜堂成亲，他还如何心如止水？还是不要看，看不见就不会想，不会想就不会受伤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阿尔心疼地看着自己爷，想说些劝慰的话，但他知道这时说什么都不合适。半个时辰后，阿尔将古怪玩意儿交到了宋锦手上，另外还有2箱金银珠宝。宋锦也笑着将写满锻造唐刀工艺的纸张递给阿尔。我想了许久才想通，应该不是我设计图有问题，而是当时我不是用文字表达锻造工艺，你们难免会有曲解图纸的意思，你们写再试试，不成的话再找我。
阿二闻言，将纸张接了过去，见上头写着唐刀锻造工序，想说他们爷其实不想打造唐刀给他人用，但是最后他抬眼环顾一周一片大红喜庆的秦宅，到了嘴边的话又生生吞了回去。你的话我会代为转告，最后也是爷要我代为转告的话，祝愿你们夫妇伉俪情深，鸾凤和鸣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其实根本没有最后，他们爷哪曾说过这些话呢？心意收到，多谢。不过让你们爷日后不要再送金银珠宝过来了，他以后会很缺钱用，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缺。大浩虽平安度过危险期，可是等赵钱辅政一段时间，就会发现大浩其实国库空虚，根本经不起一丁点的灾难了，甚至连养兵都快要养不起。阿二离开后，宋锦就将珠宝搬回房，一并带入了空间。空间半年过去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搞定！这火铳要是制作成功，便将是古代的第一把热武器。另一边，御书房，武文帝也在埋首批阅奏章。朕记得明日应该是汝宁17岁诞辰。正是，奴才刚还想问陛下，今年的公主的诞辰礼是不是还像往年一样准备呢？汝宁公主，武文帝的爱女，温柔婉约，沉鱼落雁，蕙质兰心。从小在太后身边长大，深得武文帝与太后的喜爱。不必，朕打算给汝宁另样诞礼。都17岁大姑娘了，再不嫁人，皇家脸面都要给她丢尽了。陛下莫不是有相中的人选了？是相中了一个，不管是品貌与才识都一绝，配得上汝宁。就是目前不知他是否有妻室。那奴才为陛下调查调查。不必，明日你去临安宫通知汝宁来御书房，让他躲帘后相夫。只要汝宁相中，哪怕对方已有妻室，朕也要对方将汝宁娶回去。不过他很快就联想到，明日岂不就是荆轲济世？陛下看中的莫非是……那男人确实优秀，揣度圣意更是一套一套。朕几个儿子都围着他团团转，朕可不放心让他留在太子身边，免得日后他又是下一个林居正。唯有让他将汝宁娶回去，朕才敢重用。陛下，若是公主相中，那人又已成亲有了原配，这样一来，那公主岂非要下嫁？公主金枝玉叶，岂不委屈？你觉得朕把爱女嫁给他，他敢委屈朕的爱女吗？他就算不愿休妻，朕的爱女怎么也得是平妻，必须与原配平起平坐。李毅无语，劝不动，确定武文帝已疯。萧衍之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辗转反侧，严重失眠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没睡吗？你是不是没考好？哎呀，不是，只是心里不安，感觉明日唱名次晋皇帝可能会给我塞女人啊。如果他非要给你塞女人，而且还是公主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如果他真如此，我只能一辈子不踏入皇宫一步，不做状元了。我们回狠黑村，你负责生采摘，我负责教书育子，再不然我们回秦家。秦军一定巴不得他回秦家认祖归宗，当秦家少主。可如果他以萧家村整个宗族，还有我和孩子们的性命做威胁，非逼你娶呢，你怎么办？毕竟他是皇帝，随便就能安你一个罪名，灭九族也可能干得出来。萧衍之脸色一僵，其实他内心不安的正是这个原因。他就怕武文帝突然发疯，他总不能和一个疯子讲道理。阿姐，你有没有能让我变丑的药啊？有，不过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啊。哦不，我只要丑一段时间即可。我不打算入翰林，我决定外放为官。你傻了吧？你是早就有此打算，还是今夜才有此想法？但想到这男人打算为他远离京城，拒绝武文帝塞女人，甘愿选择最难走的路，他是忍不住感动了。看来他没有选错男人，萧衍之值得他托付终身。阿姐，你是不同意我外放为官？毕竟去了穷苦的边陲之地，宋锦跟着他就是遭罪。我没有不同意，
既然选择嫁你，就决定嫁鸡随鸡了。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会支持你。以后你到哪儿，我就跟到哪儿。不过，明日拜堂后，你就别想甩得掉我了。我如何舍得不要你啊？我爱惜你都来不及啊！情话留着明夜洞房花烛再说。眼下我与你说一下，应对武文帝没有到最后一步，咱们没必要为了躲避一个女人，就选择外放为官。明日若宣你进宫，你照常去。武文帝如果真问你是否婚配，你如实回答。如果他真要赐婚，你不要拒绝，只说一句你需要回家问过我的决定。堂堂一国公主，居然要经过一个泥腿子同意才能进门。武文帝要脸的话，有多远给滚多远。万一武文帝真不要脸，再让人传你进宫问你决定呢？传我进宫？那好呀，我倒想看看那个公主脸皮多厚。但为防万一，我们确实要提前拜堂才行。宋锦是行动派，既决定了就付之行动。二人成亲还差一步，拜堂。只有拜了堂，才算走完了3书6礼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。第2日卯时刚过，宋锦就爬起来穿凤冠霞帔，让官媒梳妆。开始，二人计划是宋锦从秦家金宅另一处宅子出嫁，然后8抬大轿10礼红妆。可是二人害怕武文帝突然来传召进宫，然后突击赐婚，所以怎么简单快速就怎么来。房子因为之前早就布置好，接下来二人只需2步就能到位。哪2步？拜堂，送入洞房。秦宅入目所及是一片绚烂的艳红色，4小家伙一个个都穿上崭新的新衣，笑得似朵小花似的，一脸喜气。虽然赶着很着急，但是他们总算盼得爹爹把娘亲求娶回家了。秦军一身喜庆的华服，端坐高堂位置，身边空位是周陵牌位。他看着自己儿子与儿媳筹备1个多月的迎亲，就这么草率举行，很是心疼。以秦家的实力，他儿子儿媳要举行大号史上最为盛大的婚礼都可以。如今他儿子却甘愿受气，这口气他都快咽不下去了。但他儿子喜欢朝堂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一拜天地。此时的宋锦身上穿着金线刺绣碎钻镶边的美得令人窒息的霞帔，一身大红色喜服的萧衍之同样风华绝代。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完成这一拜，他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。礼成，送入洞房。总算萧衍之盼了1年多的一句话终于迎来。武文帝千算万算也没算到，自己派遣的宫中侍卫刚刚进入秦宅传旨，萧衍之与宋锦堪堪拜完堂，宋锦前脚才送入洞房。武文帝昨夜要是听了李义建议调查萧衍之，或许就真能阻止这场婚礼了。当侍卫看见秦宅一片喜庆，萧衍之身上也穿着喜服时，明显愣住了。得知自己打扰人家成亲，他很识趣，坐在花厅品茶，耐心等待萧衍之回房换下喜服。新房，萧衍之换回了锦衣，在宋锦红唇上落下深情一吻后，满脸愧疚。阿锦，真对不起，成亲赶得太急了，没能给你一个。我真没事，而且我为你准备了3大惊喜啊！相信我，我们的新婚夜绝对会是这个世上最是独一无二的。萧衍之闻言，耳根腾的一红。3大惊喜，他猜了半年了，依旧猜不出是什么。不过半年都等过去了，还着急这么1天吗？低手又与宋锦忘情拥吻了一会儿，萧衍之这才依依不舍，在宋锦目送下，跟随侍卫进宫去了。萧衍之抵达御书房殿外时，就看见前10新科进士精神抖擞，欣欣然等候在殿外，厉眼也在其中。此时厉眼低眉顺眼，一副老实无比狗直的模样。陛下有旨，选新科进士入殿觐见受封。萧衍之刚迈进殿门，首先就听到悦耳的礼乐，他微抬一下眼皮，紧接俊眸一缩，果不其然，在殿内一角有一个身穿红衣、
蒙着面纱的红衣女子正翩翩敲着编钟，混迹在众多男乐师之中。萧衍之飞快瞥一眼的时候，女子也一眼看见他，随后女子敲编钟的动作明显僵了一下，不过失误一瞬，她又继续翩翩起舞。可是哪怕是一个极小的错误，还是尽收萧衍之眼底。同样是穿红衣，萧衍之觉得自己媳妇儿是天底下最美的，眼前的女子简直丑出了天际，若还是公主，却屈尊降贵献艺，简直是不知羞耻。他最是讨厌这种抚搔弄姿、靠美色吸引人注意的女人。武文帝视线往红衣女子方向看过去，红衣女子立即会意过来，含羞地冲武文帝点了一下头。没错，红衣女子正是汝宁公主。她只一眼就看上了萧衍之，甚至一见钟情。武文帝让她相看男人许多次了，什么王侯世子、功臣子弟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能像萧衍之这样让他一眼就动了春心，恨不得立即就嫁人的。不过此时还轮不到他现身的时候，今日的重头戏是唱名次第。这一刻，不仅萧衍之震惊厉眼居然在一甲行列，就是厉眼也感觉自己在做梦。他原本乌倦心态都崩掉了，而且他写反对海禁时就心里直发慌。但显然他是真的运气好，因为他是南方人，家乡就住海边，所以他知道海边渔民的艰难，这才有感而发胡乱写一通。没想到这么误打误撞，策文居然入了武文帝的眼。不过当武文帝看见厉眼留下那刻，脸都绿了，这不是当着他面前乌卷的考生吗？那个谁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可别是探花呀，二甲全都走了，他现在换人还来得及吗？学生厉眼。厉眼？武文帝闻言差点爆了一句粗口，险些被自己气死。张之重等人看见武文帝突然龙颜不悦，陛下，可是有何不可？帝王一向一言九鼎，自己钦定的探花，武文帝还能临时反悔，说自己不想要这个考生吗？他只能硬着头皮钦点了。至于以后怎么用人，还是由他说的算。着厉眼为探花，赐进士及第；着顾楚为榜眼，赐进士及第；着萧衍之为状元，赐进士及第。当武文帝赐封落下，萧衍之得知自己如愿连中6元，实现了对宋锦的承诺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但这一刻他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知道麻烦还在后头等着他。萧衍之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当萧衍之与厉眼、顾楚三呼万岁，准备离开御书房时候，状元留下，众爱卿也先退下。最后御书房只剩下武文帝、李毅、汝宁公主、萧衍之。萧衍之，这问你啊，你可有婚配啊？他会这么直接，因为他知道萧衍之是个聪明人，很会揣度圣意。回陛下，学生已有婚配，家有一爱妻，还有4胞胎儿女。萧衍之确实早就猜中武文帝要给自己塞女人，可等事情真发生，垂在袖中的五指忍不住握成拳。一旁的汝宁公主也瞬间变了脸色，她不蠢，她能听出萧衍之在说爱妻与4胞胎时表情洋溢的幸福。她不介意与人共享夫君，甚至屈尊降贵与原配平起平坐，但是介意夫君爱不爱自己。武文帝盯着萧衍之，脸色沉得滴水。如果朕说朕要将爱女汝宁公主赐给你做妻，择日完婚住状元府，你有意见吗？说完，武文帝朝汝宁公主招手，示意汝宁公主揭开面纱。朕的爱女，大号第一美人，与你堪称绝配。萧衍之闻言心里冷嗤了一声，实在是气到了，但他还是听从宋锦的吩咐，没有表露出不满，抬起眼皮瞥了汝宁公主一眼。而他这一眼极具侮辱性，因为他只看一眼就移开了视线。请恕学生冒犯，公主确实国色天香，但不及学生爱妻貌美。就这模样还大号第一美人，
武文帝的眼睛怕不是有问题。你说什么？从小到大被夸为大号第一美人的汝宁公主怀疑自己听错。放肆！朕的爱女，朕说她第一，谁敢称第一？你居然敢轻视朕爱女，信不信朕褫夺了你的状元功名？陛下在藏名次第时，不是希望学生们大胆谏言吗？学生对陛下说的句句真话，公主确实不如学生爱妻貌美。如果陛下不愿意听真话，真要褫夺学生状元功名，那学生无话可说，唯有遗憾离去。可惜啊，学生一心想要考得功名，造福一方百姓，报效朝廷，没想到朝廷竟是这般的朝廷，可悲！请恕草民告退。萧衍之不再自称学生，一副怀才不遇的难受模样，转身欲走。他是真想走，这样的昏君不配让他和宋锦卖力，居然为了一个蠢笨女儿如此荒唐。大号没有亡国都是奇迹。大胆！朕让你走了吗？武文帝觉得萧衍之实在太狂傲了，逼得萧衍之娶他女儿，也是想以后有个女儿能成为萧衍之掣肘。陛下褫夺草民功名，还不能放草民走吗？此时萧衍之的脸色是真难看到极点，一直在隐忍着。今日你就算不愿意娶朕爱女，朕也要逼你娶。你要么择日完婚，要么灭九族。武文帝其实一点也舍不得褫夺萧衍之功名，他不过是想敲打敲打，提前让萧衍之知道这个大号谁是主宰，以后是谁天下。父皇，把他的妻室宣进宫吧，属宁想知道谁更美。不用选了，你与他妻室比较，就是自找其辱。你连人家一根头发丝都比不过。声音的主人正是赵钱。赵钱住在东宫，大太监李毅只要对殿外小太监悄悄比了个手指暗示，他就来了。抱歉，萧兄，我没想到发生这种事。他到现在才知，他这个昏君父皇又开始作死了。之前作死了他的母后，现在是想作死整个大号吗？皇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武文帝见赵钱对萧衍之礼贤下士，称兄道弟，脸色更难看了。是儿臣想问父皇想做什么？父皇知道始发连弩是哪儿来的吗？太子。萧衍之神情一紧，害怕赵钱将宋锦抖出来。赵钱抬手回萧衍之一个放心的手势。始发连弩正是萧兄给儿臣的，因为担忧萧兄危险，儿臣才一直隐瞒不说。父皇难道又为了你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儿，想灭救国大功臣九族？这事传出去，恐怕引起民愤吧？皇儿，你说什么？因为有10发连弩，戎人才被打残，不敢再来犯。将10发连弩称之为救国神兵都是谦虚了，还应该称之为护国神器。儿臣真不知父皇终日想些什么。此头等功本应封侯拜相，须知道10发连弩的设计图，拿一个府城去换，都算白捡了。萧兄没要儿臣一个铜板，直接就给儿臣了。赵钱声音清冷，要不是因为有其他人在场，皇家需要脸面，他都想直接指着武文帝鼻子骂昏君，让武文帝赶紧上位，一边养老去。而且赵钱说的是事实，若不是因为他与宋锦一起逃荒的情分在，换做别人，拿几个城池给宋锦，估计他都不换。这朕真不知情啊！武文帝这一刻的脸都被打肿了，脸涨红的成猪肝色。堂堂帝王居然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儿，差点亲手断送自己江山。若是他将萧衍之逼得通敌，把10发连弩卖给戎狄，或者萧衍之揭竿而起造反，自己当皇帝，大号就真完蛋了。父皇年迈，又因操劳过度，导致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。李毅，扶父皇回去歇歇，令御医们视诊。武文帝其实清醒得很，不过这刻他真的没有脸面留下来了。在李毅来伸手扶他那刻，他借着赵钱递来的台阶下了。不过离开龙椅那一刻，他猛然发现自己真老了，当了皇帝20多年，竟不如自己儿子慧眼如炬。父皇！然而武文帝不敢回头搭理他，摆了摆手，加快了步伐，狼狈离开了。父皇，你怎么这样走了？汝宁公主不知自己这刻算是什么，相夫还是过来自取其辱。太子，那人还在家里担忧，恕我先行告退。萧兄稍等，实在抱歉，今日之事还望萧兄莫要痴心。接下来的登科之礼，也希望萧兄能来参与。太子，豪夺功名可是出自金口，皇命
收不回去吧？萧衍之对武文帝是真失望，甚至动了不愿意再入朝堂的心思。你说什么？有这事儿吗？反正我没有听见，李也没有听见。再者，父皇就算说了什么，也是所有人出现了幻听。哦，原来你是这样的赵钱啊，无赖之徒啊！合着我这是白受气了。不过想到承诺过将来要为宋景争诰命、争首辅夫人，萧衍之忍了下来，脸上怒气尽消。走，去我东宫坐坐，聊聊。哎呀，今日没空啊。两个大男人聊什么聊？要聊也是回家与媳妇深聊啊。瞧瞧这迹象，差点忘记了。那萧兄回去前，记得将新科进士服领回去，登科之礼也务必要参与，可不能因一时之气毁了日后助我的约定啊！啊，那萧某先回了，告辞啊。赵钱等到萧衍之的身影完全消失后，尬笑再也装不下去了，唇边甚至溢出一丝苦笑。皇兄，她的气势真有这么美？还是皇兄故意要羞辱我？拿你与她头发丝相比，我都觉得抬举了你。皇兄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怎么也是你皇妹？我虽是宫女生的，身上与你都流着父皇的血。切，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你与我说亲情，说来也是，你若不是我皇妹，哪能17岁了还住宫里啊？早该嫁人了。切，2个月后武举殿试，你不是没人要，还怕嫁不出去吗？我会让父皇替你再择佳婿，让你早点嫁出去。不要！在大号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武人、武将都是低俗粗鲁的代名词，她才不要嫁给武夫。由不得你不嫁。赵钱勾唇丢下一句，抬步离去。萧衍之领了进士服，就归心似箭。这刻天下所有事都不及宋景在他心中重要。大号有绑下捉婿的特有风俗，当萧衍之忙着往家赶的路上，整个京城的达官显贵、世家门阀、富商们已经人手一份3顶甲的名单，纷纷计划怎么抢人了。阿锦，我回来了。将进士服往桌前一丢，几个大步奔进喜床，便将宋景拥怀里。你回来了，皇帝没逼婚。宋景仍旧穿着凤冠霞帔，一直等着萧衍之回来。见他平安归来，也很开心。他都与秦军计划好了，要是等到天黑还不见萧衍之回来，就让武文帝上西天。朝堂有1半以上官员是秦家的，就连掌管内府衙门的大太监李毅都是，甚至连武文帝的亲军都有自己人。秦家要想进皇宫，还不是如入无人之境？有逼！上明次帝后，他逼我娶汝宁公主，不娶扬言灭我九族。之后还将御书房发生的所有事一句不漏如实告诉了宋景。狗皇帝，我当初救他做什么？就应该让他肺炎渴死，无脑昏君。但想到赵钱救了自己男人，赵钱真不错，关键时候他挺靠谱。阿锦，不是糟心事了啊，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……萧衍之这刻不想提别的男人，这一天他可是等了1年多了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啊。话题变得太快，宋景心口漏拍了一下，宋景顿时紧张了。接下来洞房花烛夜呀，你应出去与公爹还有孩子们吃喜宴，为了等你，大家伙都还没有吃喜宴。公爹也很担心你，他在花厅来回走半天了，等你吃完喜宴再说。反正我人马上也将是你的了。那我先出去陪宴，阿锦，你等我。在宋景额头落下一吻后，萧衍之换掉身上锦衣，穿回大红喜服，出了新房，去进行婚礼未完全的一步。亥时，萧衍之满身酒气，终于如愿再入新房。自家白酒入口绵柔，但是后劲强，下人官媒八鬼轮流对他灌酒下来，还是有点上头了。但是今日他是新郎，自己的喜酒自然要喝的。你喝多了？还好。看见房中圆桌上的合卺酒，我们还有一步。夫妻共饮合卺酒，象征着夫妻合二为一，永结同心，同甘共苦。大号合卺酒风俗是喝大交杯，
这种喝法颇具难度，叫缠缠绵绵式，即是新人需要拥抱着对方，把举杯的胳膊绕过对方的后颈，然后完成饮酒动作。二人身上的温度瞬间窜高到极点，这一刻，二人的心是最贴近的一次。阿姐，合卺酒喝完，萧衍之将二人杯子放下，伸手就要拦腰抱起宋锦。相公，不急，给你。这就是你说的火铳？准确应该叫碎发枪了，我已经检验过了，不会炸膛，一次就制成功了，瞄准性也很高。这玩意儿比10发连弩还要厉害吗？肯定这玩意厉害呀！这个射程比弩箭快了5倍，杀伤力也远超弩箭3倍，高下立见。宋锦见萧衍之目瞪口呆的模样，浅笑讪讪。相公，闭上眼，接下来我给你3大惊喜。火铳不是惊喜之一？不是，你快闭上眼。萧衍之被吊足了胃口，但还是听话闭上了双眸。宋锦见了，笑着握住了他的大手，大脑意识闪过一个镜子，原本的大红色心房瞬间消失不见，画面焕然一新。这是……萧衍之还没有睁开眼睛，耳畔就听见轰隆隆的水流声，顿时吓得一跳。当二人出现在灵潭边，相公可以睁眼了，第一惊喜。萧衍之满腹疑惑，缓缓睁开了眼睛，但下一秒他双眸狠狠一缩，接着整个人瞬间石化。阿姐，映入他眼帘，宛若9天仙境，潭边奇花异卉，艳丽容央，蜂蝶飞舞，还有2只丹顶鹤正在岸边一立一卧戏水。浅潭之下，溪涧流淌，一路蜿蜒，环绕一片金色稻田。不仅如此，脚下一条鹅卵石路，一路蜿蜒，山脚下搭建了一排几10间茅屋。阿姐，这是哪儿啊？他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喝多酒产生幻觉了，否则自己怎么看见仙境了？相公，你没喝醉，你看见的一切都是真的。宋锦看见萧衍之呆傻的模样，顿时觉得太好玩了。这瀑布留下的可不是普通山泉，而是灵泉，我每天给你喝的，让你一经洗髓，让你双腿恢复这么快，就是他的功劳。还有我治疗瘟病，解赵钱身上毒，也全靠他。我觉得我们多喝它，指不定可以长命百岁，容颜永驻。萧衍之听了耳朵轰鸣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阿姐，你是天上来的仙女，还是妖？茶楼说书总说一些人鬼恋、人仙恋、人妖恋，以前他总以为是书本杜撰，等到今天他才发现这不是杜撰。胡想什么呢？我是人，可不是妖。不管你是人是仙是妖，这辈子我都非你不可。我说了我是人，我把你带进来就是想告诉你我的来历。这么说吧，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，一个对比大号来说是几千年后经济科技发达的国家。我因为意外闯入你们世界，等我醒来就发现拥有了空间，你眼前看到的仙境。意思是你跨越几千年来到大号？你这么说没错，我还真的就是穿越。果然是他的男人，脑子好使，聊天不累。我现在给你看第2惊喜。萧衍之一愣，然后顺着宋锦手指低头，紧接着他才发现灵潭里有许多被编织网兜分开装着培育的河蚌。你不是一直说想养蚌育珠吗？我们今天开蚌取珠。阿姐，我们要不要改天再去？萧衍之听到宋锦要取珠，不知要捣鼓到什么时候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宋锦怪嗔瞪他一眼，哭笑不得。你急什么？空间时速是外面的4倍，我们在空间里住4天，外面才过去1天。意思是我们可以在空间里待上2天2夜。萧衍之身躯一震，立即秒懂宋锦的意思。俊脸与双耳下一刻通红的宛若能滴出血来。钱在媳妇儿心中果然永远排第1位，他真的好惨。当河蚌撬开暴露内部那刻，萧衍之倒吸一口冷气。不仅是他，宋锦这一刻也瞪大了眼，因为河蚌内的珍珠实在是光彩夺目，美不胜收。相公发了他按着白色珍珠初步估算了一下，一个河蚌他最少也能收获3到5万两白银。
而他一共养了近200个河蚌，意思是他大半年的时间轻轻松松就挣了最少600万两白银。600万两白银呢，这钱跟白捡似的。重点是他养的珍珠是彩色的，不管什么时候都物以稀为贵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彩色珍珠真卖出去，绝不止挣600万两银而已。哎呀，我真笨死了！早知道我让公爹给我弄几万、几十万个河蚌、珍珠蚌来养。秦家掌管漕运，真想大量收河蚌、海蚌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。阿锦，你挣的这些，已经一辈子都花不完了。谁会嫌钱多的？我花不完，不会留给我儿孙花呀。萧衍之猛地觉得宋景说的太有道理了。对呀，他们以后有儿子、孙子呀。阿锦，这么多珍珠，你打算如何出手啊？出手做什么？当然是存小金库了。相公，跟我来。说是茅草屋，可是当萧衍之跟着宋景走进其中一间后，再一次震惊的移不动步子了，因为他惊悚发现茅草屋里是粮食谷山，他猜不出有多少粮食。总之20多间茅屋，只剩下边上一间紧锁的，其他全都堆满了谷子。阿锦，这些粮食都是外面田里种的？是啊，外面10亩林田，因为4倍时速，我1年可以收割8次，不过建的粮仓装不下，以后你要帮我一起搭建房子。好，阿锦，你这身上藏的秘密实在太吓人了，以后谁也不能再透露半句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本不应该告诉我。你就算一辈子不告诉我实情，我也不会怪你。那我现在告诉相公了，相公会害我吗？我现在是你的父，以后我们就是一体了，我怎可能害你？我以后只会用命来疼你爱你。那不就行了？我这辈子也只想让你一个人知道而已。相公，跟我来，接着第3惊喜。推开屋门，屋内贴着的大红喜字、大红喜床，与外面世界布置的一模一样的屋内环境，以及屋内修建了一个7、8平大的灵泉池，所有景色撞入眼帘，萧衍之惊呆了。相公，第3惊喜，喜欢吗？为了2人的洞房花烛夜与众不同，值得一辈子回忆，他可是做了许多事，此如这间房布置成2人的婚房，屋内还特意挖了一个灵泉池，以后供2人沐浴。萧衍之已经不能用激动去形容他此时的心情了，他没有回答宋景问题，直接几个大步走到宋景面前，将人拦腰抱起。哎，相公，先沐浴。这次我们一起洗。